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如璀璨明珠般的著作《文学讲稿》，它的作者是诺斯洛伯·弗莱 （Northrop Frye）。弗莱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，他的思想如同深邃的星空，照亮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和学者探索文学奥秘的道路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就像是一座蕴藏着无尽智慧的宝库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。对于读者而言，它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文学的书籍，更是一把开启我们理解世界、洞察人性、丰富内心世界的钥匙。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而深邃的精神家园，让我们的心灵在文学的滋养下得到升华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古希腊，有一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伟大哲学家，他一生都在追求智慧和真理。尽管他生活简朴，甚至可以说是贫困，但他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消减。苏格拉底经常在雅典的街头与人辩论，通过对话的方式引导人们思考人生、道德和知识等重要问题。有一次，他与一位年轻人讨论诗歌，年轻人对诗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词藻和韵律上，而苏格拉底却引导他深入思考诗歌背后的哲学意义和人性内涵。通过这次对话，年轻人对文学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开始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娱乐，更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表达和人性探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文学有着无穷的魅力和价值，而文学讲稿就像苏格拉底那样，将引领我们深入文学的殿堂，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奥秘。那么，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，只是流于表面的情节，而无法真正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深刻内涵？你是否渴望能够像那些文学大师一样，透彻地解读文学作品，从中发现人生的真谛和智慧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文学讲稿就是你所需要的。一文学的原型与神话模式。弗莱在文学讲稿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观点，即文学具有原型和神话模式。他认为，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、主题和情节结构，这些元素构成了文学的原型。这些原型并非偶然出现，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，是对人类共同经历和情感的一种反应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弗莱的原型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荣格认为，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超越个人经验的集体无意识，它包含了人类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心理经验。而文学原型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。例如，英雄的冒险旅程这一原型，在世界各地的神话、传说和文学作品中都屡见不鲜。从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12项功绩，到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艰难归途，再到哈利波特中哈利与伏地魔的斗争，这些故事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。英雄离开熟悉的环境，经历各种艰难险阻，最终战胜邪恶，获得成长和救赎。这种模式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文化学角度而言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基本需求和愿望，如对生存的渴望、对爱的追求、对未知的恐惧等。这些共同的文化心理因素也促使了文学原型的形成。比如，在许多文化的神话中，都有洪水灭世和诺亚方舟式的故事，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以及对生命延续的渴望。当我们理解文学的原型和神话模式后，在阅读文学作品时，我们就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解读。例如，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美国梦这一原型的反思。盖茨比所追求的财富和地位，以及他最终的悲剧结局，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梦的虚幻和破灭。通过这种原型解读，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，还能将其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，思考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社会价值观。同时，这种理解也能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。当我们了解了文学的原型模式后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运用这些元素，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和普遍吸引力的作品。比如，我们可以借鉴英雄旅程的模式，创作一个关于现代人自我成长的故事，在这个过程中融入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考。书中提到，文学位于人文学科这个圆圈的中心，而神话则可以看作是文学的原型模式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神话之间的紧密联系，也为我们理解文学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。2. 文学的形式与题材。文学的形式和题材是文学讲稿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。弗莱对各种文学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，包括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。他指出，不同的文学题材有着各自独特的形式特征和表达方式，这些特征和方式对作品的主题表达和情感传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从语言学角度来看，不同的文学题材对语言的使用有着不同的要求。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，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，常常运用隐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来传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。例如，在李白的《将进酒》中，君不见黄汉之水天上来，
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诗人运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，形象地表达了人生短暂的感慨和对生活的热爱。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题材的重要标志。小说则有着更广阔的表现空间，它可以容纳复杂的情节、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多样的叙事手法。小说家可以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，对社会环境的细致描绘，以及对情节发展的巧妙安排，来展现一个完整的世界。比如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以宏大的叙事展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，通过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，探讨了战争与和平、爱情与责任、个人与国家等重大主题。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，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舞台表现力。戏剧通过演员的表演、对话和舞台场景的设置，将故事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戏剧的冲突和情节发展往往更加集中和紧凑，能够在短时间内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。例如，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通过哈姆雷特的内心挣扎、复仇行动以及与周围人物的复杂关系，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奈。了解文学的形式和题材对于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有着重要意义。当我们阅读诗歌时，我们可以关注其语言的美感和节奏，体会诗人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。比如，在欣赏杜甫的《春望》时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通过对诗句中意象的分析，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诗歌的内涵。对于小说，我们可以从情节、人物和叙事手法等方面进行解读。在阅读简·爱时，我们可以看到简·爱这个人物形象的成长历程，他对平等、自由和爱情的追求，以及作者对当时社会阶层和性别问题的思考。通过对小说形式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和情感。戏剧则需要我们关注其舞台表现力。在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时，我们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、舞台场景的布置和灯光音效的运用，来感受剧中人物的爱情悲剧和命运的无情。这种对文学形式和题材的理解，能让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获得更丰富的体验。书中指出，每一种文学题材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。这让我们明白，在文学的海洋中，不同的题材就像不同的船只，带领我们驶向不同的情感和思想彼岸。3. 文学与文化、社会的关系。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与文化、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弗兰认为，文学作品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，同时又对它们产生反作用。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、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，同时也能够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从社会学角度来看，文学作品是社会的一面镜子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和主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。例如，在19世纪的欧洲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贫富差距加大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，如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和《艰难时事》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批判。从文化学角度而言，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。文学作品传承着民族的精神、价值观和传统习俗。比如，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，如儒家的仁爱思想、道家的无为理念等。这些文学作品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同时也为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当我们理解文学与文化、社会的关系后，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历史和社会。在阅读《战争与和平》时，我们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19世纪的俄罗斯，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精神世界。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问题。同时，文学作品也能激发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。在阅读《骆驼祥子》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，思考社会的不公和底层人民的困境。这种思考可以促使我们关注社会现实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努力。书中提到，文学是社会的良心，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善恶美丑。这句话强调了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，也提醒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关注其背后的社会意义。4. 文学的阅读与理解。文学的阅读与理解是文学讲稿中反复强调的内容。弗兰认为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了娱乐，更是一种深入思考和情感体验的过程。他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阅读方法和技巧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。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，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读者需要运用各种认知策略，如感知、记忆、推理和想象等，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意义。例如，在阅读小说时，我们需要对故事情节进行记忆，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，对作者的观点进行推理，同时还要发挥想象，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世界。
从文学理论角度而言，文学作品具有多重含义。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作者所表达的内容，还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赋予的意义。不同的读者由于其文化背景、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的不同，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。比如，对于《哈姆雷特》这部作品，有人关注的是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，有人则更注重他内心的挣扎和哲学思考。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对于理解文学作品至关重要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精读。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时，我们要逐字逐句的品味，深入思考作品的语言、结构和主题。例如，在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我们要仔细分析书中的人物对话、诗词歌赋以及情节发展，从中体会作者的思想、感情和艺术手法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比较阅读，将不同作品进行比较，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比如，将《傲慢与偏见》和《简爱》进行比较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主题、人物塑造和叙事手法上的异同，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两部作品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联系实际，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和价值。在阅读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我们可以联系当代社会，思考在当今时代背景下，普通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。书中提到，阅读文学作品就像在黑暗中摸索，每一次的理解都是点亮一盏灯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阅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，也激励我们在阅读中积极思考，努力挖掘作品的价值。综上所述，文学讲稿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，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，让我们领略到文学的无穷魅力。它所阐述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，如对文学原型与神话模式的理解，对文学形式与题材的把握，对文学与文化、社会关系的洞察，以及正确的阅读与理解方法，都为我们欣赏和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指导。如果你渴望在文学的世界里畅游，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，如果你希望从文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那么请阅读文学讲稿吧，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让文学的种子在你的心中生根发芽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践行书中所倡导的文学理念和阅读习惯。不要让这本好书在书架上蒙尘，要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相信我，当你翻开这本书时，你将会被它深深吸引，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学之旅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文学是人类灵魂的灯塔，而文学讲稿就是指引我们走向灯塔的航标。让我们沿着这个航标，驶向那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在文学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。